明朝初年的刑场上，一位犯人留下此生最后一首诗，便被刽子手无情斩首。在场观刑的所有人都无不为之可惜，因为这一位被斩首的犯人就是明代著名的大才子孙坟。不料孙坟被杀后，朱元璋却将当时在场所有监斩官悉数处死。难道这位大才子之死背后有什么隐情吗？要说明朝最出名的屠杀案件，要数明初4大案，每一案都杀得人头滚滚，前后死者多达10万，许多人都是被牵连进去诛杀的。其中就有一人被牵连之下判了死刑，不过此人在被斩首之前曾吟诗一首，朱元璋听到后立即处死了所有的监斩官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要说起这件事，首先要从明初4大案中杀人最多的蓝玉案开始说起。蓝玉此人是明朝的开国名将，有胆有谋，勇敢善战，屡立战功。蓝玉起初在明朝第一猛将常遇春麾下效力，他还是常遇春的姻亲。因其做事很有胆有谋，骁勇善战，因此就被常遇春推荐给了朱元璋。蓝玉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，屡立战功，先后被朱元璋封为大将军、梁国公。随后蓝玉独当一面，领军北伐，在捕鱼洱海一战中大破北元势力，一战将元朝彻底消灭。蓝玉的人生也从此迎来高峰时刻。然而正如俗语月盈则亏所说，一个人走上高峰之后，如果不能及时谋划退路，那么此后的每一步都是下坡。明朝建立之后，蓝玉居功自傲，收养了许多义子、奴仆、拉朋结党，这对于皇帝来说，属实是一位让人头疼，甚至隐隐感到威胁的人物。尤其蓝玉在外征战返回时，于深夜抵达喜峰关，守关官吏没能及时开门接纳，蓝玉甚至带领大军强行冲关，对此朱元璋十分震怒。往大了点说，这件事甚至称得上兵变。不要说是朱元璋，这是若换作任何君王，恐怕都是无法接受之事。除了这些之外，蓝玉还做出了许多出格的事情，什么强占民田、强暴北元王妃之类的，每一件都让朱元璋不喜。不过蓝玉真正的死因不在他犯下的事，而在他本身站的位置。作为常遇春的妻弟，同时常遇春又是太子朱标的岳父，有这层沾亲带故的关系，因此蓝玉是太子朱标的5人集团班底之一。可惜的是，太子朱标身体状况不好，死在了朱元璋的前头。众所周知，朱元璋晚年最痛苦的2件事，就是他最爱的2个人的离世，一个是马皇后，一个是太子朱标。作为王朝中众望所归、拥有极高声望的太子朱标英年早逝。朱元璋在自己的晚年体验了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，但作为帝国的支柱，朱元璋没办法放任自己沉溺在悲痛之中。作为开国君主，他深知自己不能倒下，于是擦干眼泪继续治理天下，同时他还得为帝国再挑选一位继承人。朱元璋最终决定力排众议，选择朱标长子朱允炆作为继承人。朱允炆不仅是长子，与其父一样有着温和的个性，怀柔天下的心。唯一的问题是，若是朱允炆继承皇位，那些留给朱标的班底就不合时宜了。朱元璋留下的那些功臣和骄兵悍将可以听从朱标，却不一定服朱允炆。城府极深的朱元璋自然不会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。为了皇孙能顺利继承皇位，掌控朝局，朱元璋便有除掉蓝玉等人的打算。终于在1393年，也就是太子朱标逝世的后1年，朱元璋以谋反罪逮捕蓝玉，并将其剥皮食草，抄家灭族。而且牵连甚广，凡与蓝玉有来往的人员都被锦衣卫带走审讯，大约有3万多人被处死，史称蓝玉党案。蓝玉案牵连了3万多人，其中很多都是蓝玉的党羽，当然也有少数冤死之人。很不幸，我们本期节目的主人公孙坟便是其中一位。孙坟出生于元至2年，他3岁能成诗，5岁能挥墨，一生博览群书，书写诗文从不需要起稿，写出的文章大有魏晋的风骨。又因为他仪表堂堂，性格通达豪爽，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孙先生，是当时著名的才子。作为才子墨客的孙坟，为人本就有一些心高气傲，怎么能够忍受官场的黑幕？性格刚直的他，遇见事情从来都是不平则鸣，管你是上级还是上上级，
遇见事了他就要对。就这样，孙坟因为自己的耿直，多次与自己的上级领导发生冲突，以至于把自己的名声搞得非常不好。对他持敬而远之态度的上级领导，自然不会给孙坟什么好脸色，时不时还会设下一些绊子给他，让他陷入危险境地。很快，对孙坟不满的上级便给他穿小鞋，找了个由头安排他去修补城墙。孙坟抱着认真负责的原则，接受了这份差事。可谁想，修补城墙也为自己招来了祸端。主管的官员因为贪腐造成了失职，被捕入狱，顺带连累了一批人，孙坟也在其中，并身陷囹圄。幸运的是，朱元璋得知了这个可怜之人的遭遇，认为孙坟素有才华。出于爱才之心，朱元璋随便找了个借口打发他去苏州历练，想要在镀金之后提拔重用他。奈何孙坟的傲骨有些过分，他在苏州任上又一次得罪了上级。无奈之下，朱元璋只得把他扔到辽东去戍边，美名其曰好好历练他，其实也就是不在眼前心不烦。几年之后，孙坟戍边时期已满，朱元璋又把他召回京城。可以看出此人的才华是真的有点水平，不然也不会让朱元璋念念不忘。孙坟回来后，老朱特意将他安排在翰林院中做翰林典籍，掌管诗书等编纂工作，也算是知人善任。孙坟将这份工作做得游刃有余，因为诗书典籍本就是他最熟悉的东西，闲暇之时品读翰林院中的收藏就成为了他消遣时间的乐趣，也验证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。在一次偶然之下，孙坟得到了一幅蓝玉的画像。当时的蓝玉还是为明朝打灭北元势力的大英雄，才子总是会对战争有一些浪漫主义的幻想，再加上蓝玉何等功劳盖世，又何等英雄，孙坟见到蓝玉的画像自然很是高兴，又因为这幅画像的工笔不错，高兴之下也就为这幅画题下了一首诗词。此事过后，他就再也没有管过这幅画了。时间一长，孙坟也就把这件事给淡忘了，连他自己都记不得这幅画像。殊不知，这幅画像在日后为他带来了杀身之祸。蓝玉案爆发后，不仅蓝玉一家老少被满门诛戮，许多人都因为蓝玉案被牵连其中。朱元璋将蓝玉的所谓党羽、亲朋好友、心腹全数逮捕入狱，孙坟也不幸成为了其中的一人。由于案件波及人数实在太多，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审清具结，甚至还会出现办案人员公报私仇、借机索要贿赂的情况，很多无辜之人就这样深渊无门，含冤而逝。孙坟就是其中一位被牵连的无辜路人，原因就是这幅画惹的祸。孙坟面对审问一脸茫然，自己只是个翰林文官，又怎么会和蓝玉扯上关系？可他忘记了先前自己题留诗句的那幅画，在搜查中他落入了刑部官员的手中，就因此他也被坐实了死罪一条。孙坟本人也是无处申冤，就算托人求关系，眼下哪里有人敢站出来触朱元璋的眉头？再加上株连人数毕竟多达上万，朱元璋不可能每一位都亲自审问，因此孙坟最终被人推上了断头台。蒙冤的孙坟深知自己必死，于是在被杀前赋诗一首，以鸣不平。驼骨三声急，西山日又斜。黄泉无客店，今夜宿谁家？诗中的凄凉之意令每一个人无不流泪。就这样，孙坟也做了冤死鬼，成了蓝玉一案的牺牲品。然而，此事到此还没有结束，刑场题诗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中。这首诗传到了朱元璋的耳中，老朱这才惊觉，你们怎么把孙坟给杀了？愤怒的老朱找来监斩官，问他孙坟死前说了什么话。负责监斩的锦衣卫官员便回答了这首诗。朱元璋大怒道：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朕？一怒之下，当日监斩行刑的所有人竟然都被处死了。有人可能会问，冤杀一名才子可惜是可惜了点，但比这更过分的事情朱元璋也没少干，怎么这次就受不了了呢？明朝的创建者朱元璋，其堪称开挂的人生，幼年家乡天灾人祸不断，家中更是有不少人都被饿死。如此灾难，朱元璋能生存下来，实属不易。为求生存，朱元璋当过放牛娃，进过寺庙打杂，甚至还有沿街乞讨的经历。这些种种事迹，在朱元璋称帝之后，并没有将他们抹去，
反而以此为荣。不过做过和尚这种事，老朱自己可以拿来自嘲，别人要是提一提，老朱的屠刀可就不客气了。出身底层的朱元璋，由于早年的悲惨经历，性格上比较极端，尤其晚年还经历了丧妻丧子之痛，性格顿时从极端转为了变态。一般人遇到问题的第一思路是解决问题，而老朱的思路却是解决产生问题的人。眼下老朱面对的问题是，他冤死了一个好人，但他自己却是绝对不能承认这件事的。如果承认了冤死他的事情，那他身为帝王的颜面何存？可是就当这事没发生，不抚恤孙坟的家人也说不过去。于是朱元璋采取了一个阴招，一来积极抚恤孙坟的家人，二来招来狱卒，严厉斥问他为何不上报此事。狱卒被吓怕了，直言自己一时疏忽忘了此事。结果这个回答正中朱元璋下怀，他厉声斥责狱卒，怒骂他将一个人才断送了，去给孙坟赔罪去吧。就这样，这个倒霉的狱卒不明不白的就做了刀下亡魂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。而朱元璋也借着这次杀人洗白了自己，并非是他冤杀才子，而是被底下的小人蒙蔽了才这样。史书记载，朱元璋对百姓关爱有加，减免赋税，惩治贪官，甚至制定出了百姓可以直接押着官员进京告状的规则。他对百姓、对农民阶级的好是发自真心的。然而朱元璋远远不能被称作一位仁君，他的能力和缺陷，他的仁慈和残忍，都是他人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只有这样去看待他，朱元璋才是朱元璋，才是一个完整的人。